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到啊，自从川普说要对伊朗这2-3周严正的打击之后呢，美国现在是越来越惨了，因为啊，现在连这个 A10攻击机也被伊朗给击中了。现在呢，伊朗是直接大啦啦的公布了这一段画面。看到了这个防空飞弹就击中了美军的 A10攻击机。那么，伊朗的防空部队呢，在近期作战中啊，还击落了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1架战斗机以及5架的各类飞行器。好，现在呢，更打脸的是什么？是川普他在1日的时候才说什么？说伊朗已经完全被摧毁了，没有防空能力了。结果不到48小时啊，美国空军的 F-15E 打击鹰战机呢，3日就在伊朗的上空又被击落了。好，所以现在呢，15E 还有 A10以及2架黑鹰，通通都遭到击遇了。因为官方媒体，伊朗的官方媒体马上又说，连这个 A10也击落了，同时呢，还击中了2架参与搜救行动的黑鹰直升机，造成部分军人轻伤，但是所有人均安全的。好，那现在美军就是想要来搜救嘛，都已经派出黑鹰了，只是黑鹰被击落了。那要搜救谁呢？要搜救这个 F-15E 的失联飞官。那现在 F-15E 它就在伊朗遭到击落了之后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嘛，2架黑鹰还有这个 A10也都被攻击了。那现在呢，就要去找这个 F-15E 战机的武器系统官，也就是这个飞官。要把他找出来，因为他下落不明。好，那这段寻人启事呢，就被伊朗的国会议长在嘲讽，说啊，在连续37次击败伊朗之后，他们发动的这一场毫无战略的精彩战争，如今已经从政权更迭降级成，有人能够帮忙找找我们的飞行员吗？拜托，他真的是也蛮幽默的啦。但是呢，对于协寻飞官这件事情呢，川普他拒绝谈论搜救行动。但是强调这件事情，也就是搜救行动不会影响与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有要跟你谈吗？好像都是你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耶。来看到川普怎么样活在自己的世界呢？他说啊，他们1日晚间刚炸毁了他们3座大桥，让他们损失惨重他们说川普不和伊朗谈判。我的意思是呢，这就算是一个简单的谈判了另外，川普被问到了，如果你美国停止战争的话，那你的以色列盟友会不会也跟着停手呢？他回答，他停手，以国就会停手，但前提是以国没被挑衅。好，你活在自己的世界完之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伊朗不跟你谈判，来这件事情就知道了。因为伊朗呢已经明确的告知不愿意在未来几日去巴基斯坦首都跟美方官员会面，还表示美方提出的要求不可接受。而且伊朗的半官方媒体呢也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呢，伊朗已经拒绝了美方提出的48小时停火方案，所以你根本就找不到人跟你谈嘛，你哪来的停火协调呢？好，而且现在伊朗还是持续的在攻击美国的企业吗？来看到在杜拜的甲骨文大楼，它的外观呢竟然也遭到了防空系统的拦截碎片给击中了，还好是没有人造成没有人的伤亡的。不过这个建筑物呢已经轻微的损坏了。好，那这件事情也让伊朗继续警告了，说你美军继续来嘛，我们会摧毁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的所有资产这个放话真的是非常的狠。他说呢，你美国如果敢对我们伊朗的基础设施动手，那么伊朗就要摧毁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所有资产和基础设施，打击范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至美国的跟随者在中东地区的重要资产。好，所以接下来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的美国企业也会跟着遭殃吗？而且现在伊朗还警告什么？说要把敌军的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伊朗的土地是侵略者的坟场，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来试试吧。你要打回，伊朗说要打回到石器时代，那我就把你打回到石器时代更之前但是呢，现在伊朗真的有到石器时代吗？ CNN 就说了啦，伊朗的导弹一半都还很好而且呢还有数千架的无人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把它打成到石器时代那个时代有无人机吗？
好，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怎么说？他说啊，这都是匿名的消息人士在抹黑啦，他想要攻击我们的美军史诗怒火行动所斩获的卓越成果哦，再怪这个匿名消息抹黑，但是战场上的战损还有这些照片不会骗人呐，这就是一个证据啊。我们先来请教厉将军。过去这24小时确实是美军最悲惨的24小时，这战损之大几乎超过我们想象。第一个，第一架被击落的战机叫做 F-15E。F-15E 是一个什么飞机呢？它其实不是制空战机它是对地的一个攻击机，你可以当做一个炸弹卡车它飞到这边来以后对地来实施攻击，是要这个打击伊朗的地面武装力量。但是很遗憾的它被击中以后坠毁。这时候F-15E 有2个飞行员，这个2个飞行员就跳伞逃生，一个已经获救了，另外一个来讲的话，现在这个正在搜救当中。那美军为了救这一个这个跳伞下去这个飞行员，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我跟各位讲，我先紧接着再讲。第一个他派出2架搜救的黑鹰直升机。那因为这架战机F-15E 坠落的地点已经被伊朗掌握到嘛，伊朗也知道你一定会派人来救，所以他就在这个周边地区已经布好了所有的防空导弹，等你的这种美军的营救的飞机来所以后续来讲，我们看到我紧接着跟各位报告，第一个2架黑鹰直升机过来救人。但是你不能光靠这2架黑鹰直升机你必须要有战机去掩护它。他派了什么战机去掩护呢？1架 F-16战机，2架 A-10攻击机。A-10攻击机是负责对地面提供地面火力支援的，就是你伊朗的部队，如果说你要对这个飞行员来这个捕捉的话我就用 A-10攻击机上面那个1分钟可以打3900发炮弹的机炮对你来实施扫射，阻止你攻击，然后也掩护我的黑鹰直升机去救人。但是很遗憾的，我跟各位讲这4架飞机全部中弹，就2架黑鹰直升机也被打伤了那两架的 A-10攻击机也被打伤了。那1架 A-10攻击机是坠落，但是它坠落之前是坠落到海里面，它勉强飞到海边，这个掉到海里面。另外还有1架是受伤飞回去。除此之外听说还有1架 F-16来负责这个制空作战的，掩护他们 F-16也受伤。另外还有1架更严重的，我跟你讲 KC-135加油机。为什么你要到这个地方去救人？你用飞机进去救，这个是几百英里长的一个救援路线，来回你直升机在那边搜救，你要耗费的长时间的制空，你耗损的油料是很多，所以必须要有加油机在那边。为这些包括黑鹰直升机、包括 A-10攻击机提供空中加油，所以连这个 KC-135也中弹了。你看这次美军的损失有多惨重？那 KC-135到底是损失1架还是2架不晓得。可是整个事情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美国这场仗已经打了1个多月了。那如果说按照川普所讲的，他已经彻底的将伊朗所有的防空武器全部消灭掉，那这时候伊朗人家就打给你看了，他只是以前分散在各个地方，可能防卫他的导弹阵地或者是无人机阵地。那现在确定你美军会到这个地方来救人，他把这些防空武器、制空武器、导弹全部集中在这地方，等你有一点守株待兔，我等在这边等你来救人，我就对你攻击。所以这段时间对美国来讲这24小时对美国战损是非常大。我在这边跟各位再说，1架 F-15E， 2架黑鹰，2架 A-10， 1架 F-16， 还有1到2架不一定是几架 KC-135加油机，全部在这个地方不是中弹就是坠毁。但是这场战争我们都说是不对称作战不对称作战除了说是这个2万块钱的这种无人攻击机，你必须要用300万的防空导弹爱国者3去拦截，这成本不对称。另外还有一种不对称，我现在发现这叫什么？叫做精神战力不对称。你美军一个飞行员，你想想看，你就必须要劳动这么多人劳动这么多战机去救援，然后在这么多战机状况下，那后续的战损更严重。但是反观伊朗来讲的话，我们昨天讲说有一条大桥就被炸，8个老百姓这个无辜的老百姓死亡。但是这8个无辜老百姓死亡，在这个媒体的报道只是一个数字8个人，可是对美军来讲的话就这么严重，这是什么？这就是媒体宣传的不对称。这时候美军如果人救不回来，我觉得川普所要面临的政治上的压力可能会更大，那他的支持率从31%会继续再往下掉。
美国这真的是美国最惨的一天但是更惨的是什么？是川普的颜面根本就挂不住了。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没有错因为川普才开记者会开完，然后这个恐吓伊朗要把他打回石器时代，如果他不来谈判的话，他就没有路可以走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一直在等这个伊朗的电话，等不到，所以当他接受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他已经几乎是暴怒了就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电话？你怎么可以不给我电话？你怎么可以？我在等你的电话。但是他们就是不给他电话，不但不给他电话，而且还直接打你脸，而且打得很难看。因为这次美国损失很惨重，头一天，一天内损失这么大的战损这个对美国的从发动战争一直到现在，坦白说是最黑暗的一天。A10战斗机是很好用的战斗机它是很适合空对地，尤其是在于山地作战因为你们知道这个伊朗它有很多的山然后它的很多的导弹跟无人机是藏在这个山洞里面。那山洞里面这个一般美国的这些弹道导弹打不到，甚至连战斧巡弋导弹也不容易打到所以它不能有效的摧毁的情形下，它要依靠的这个飞行员用视力的方式来辨识，说哪些地方是无人机的洞口，哪些地方是导弹的洞口，然后哪些地方是发射装置去把它炸。可是问题就这款战机，它基本上你要确保它有这个相当好的制空权。可是很明显的，美国在伊朗上空没有他自己过去所吹嘘的那样很完美的制空权。那你可以看到，当这款战机飞得比较低的时候，它就被容易打到，而且它几乎没有逃逸的这种动作。这很明显的就是说，又是再度发生了。您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段时间有看到美国有一架 F-35战机，它也没有逃逸的动作，它就被打下来了。虽然没有被击落，但是它最后还是迫降嘛。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为什么它没有逃逸的动作？可是C-13洞它有逃逸的动作你会看到C-13洞，它最后打出谢光弹，因为当时在现场的伊朗人有看到C-13洞，它飞得很慢，所以他们有把它录影录下来。而C-13洞他们在打它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这种逃逸弹，就谢光弹打出来，然后让它自己能够脱离战场。可是这款 A10的战机，我们看到的时候，这影片我们看了 N 遍了它完全没有逃逸的动作。你看它是热追踪的就直接打上来了。那这样的一款战机，当场当然飞行员还好。没有那个被救回来了，没有罹难，但是飞机就毁损了嘛，这是第一项。另外，这个F-15战机，F-15战机是多用途的，那个是可以空对空，可以空对地，可以实施战斗轰炸机它的本身的穿透力很强，尤其是它本身的作战半径可以到1500公里左右这是很强的一个战机。还有就是它的导弹的吸行量。它可以装上1点多吨的导弹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重型的一个战机，多用途的战机。而且它在高空飞的时候呢，也就是大概在距离我们的地球17、8公里左右高度的时候，它可以是2.5马赫低空的时候它都还有1点多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战机。你看也被打到，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军在伊朗的上空没有办法获得完全的制空权，这个对美国后面的飞行员来说，他的心理的压力很大。最后一个，我们在前面谈了，川普一直在等伊朗来谈判，伊朗就没有打算跟你谈判嘛。现在的问题是你川普怎么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下？没错，接下来美军的损失会更加的惨重吗？那川普要怎么结束这场战争，怎么抽身呢？请教彬哥。这次这个事件其实有点重演了1993年的摩加迪休之战，就是电影《黑鹰计划》里头那个场景。他本来是一架直升机被打掉，然后就派了一堆部队去救他，就到最后后面又被打掉2架直升机，19个人阵亡，73个人受伤。当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惨剧。这次也是差不多，为了救一架 F-15E 被打下来，就派2架黑鹰，1架 A10，就 A10也被打掉，2架黑鹰也受伤 ，KC-135也受伤。所以我觉得美军当然他们这个美德是好的，也就是他们那个永远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弟兄，每次都要去救。可是每次他要去救的时候，就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那我们早就预言了 ，A10进入战场之后一定会有损伤，因为 A10是个慢速的对地攻击机嘛。
那除非你能够掌握完全的制空权，不然的话，只要敌人有一丁点的对空能力，你就完蛋，因为他根本逃不掉，他速度太慢了。那伊朗已经证明了，他虽然被美军的跟以色列轰炸的非常厉害，但是他还是有部分的制空能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A10大概不敢随便到伊朗上空，你到伊朗上空可能搞不好运气不好就被人家打下来。那 A10其实是在所有的战斗机里头 ，A10大概是最能扛的因为它皮粗肉厚，它一般的导弹也不太容易把它打下来，结果它还是被打下来。所以我看美军这些 A10大概之后会很少出动。那问题来了，就是现在川普已经有点恼羞成怒了，他开始去炸人家的桥，而且人家桥根本还没盖好的桥，你也要炸。那然后就一直说这样是遏制他们的什么核武计划，遏制他运送弹道导弹的能力。人家这个桥根本还没开通你要遏制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就是已经不管他，就要乱搞一通。但是问题是你越是这样乱搞，伊朗就越不会跟你谈嘛，不是吗？我觉得你到底是想谈判还是不想谈判？我当然知道川普是希望他要制造一种压力，逼迫伊朗非跟他谈判不可。可是问题是，伊朗现在就是地洞头的地鼠嘛，他每天就躲在里头啊，你怎么炸我不理你啊，然后等到你炸完了，我就把头探出来，我就咬你2口，就是这样。现在伊朗就是在进行这个战术啊，所以你要谈我不跟你谈，要走我跟你讲，现在不仅是以色列不让美国走，现在看起来伊朗也不太想你走，你最好留下来，因为我觉得伊朗他们也需要取得一个胜利，你知道，他们也希望能够多杀伤一些美军，才好对他们的民众交代。你要知道，伊朗的损失是很重的，我们是因为消息都被封锁，实际上我相信他现在整个内部状况一定很糟糕，但是越是这样。你对革命卫队来讲的话，他恐怕越想要拿出一些成绩单出来，像我们击落了某一些美军的飞机啊，甚至你的地面部队，假设你的特种部队派进来，我是不是要去抓你，把你歼灭掉？我觉得美军现在要注意现在伊朗一定非常想要抓到美国的这些士兵。如果你真的像之前有些专家预言的，你真的派特种部队进去，如果运气好，功成身退也就算了；如果运气不好被抓到了，那绝对会变成伊朗最大的宣传工具。他一定会开记者会亮相，然后去把你羞辱一顿。所以我觉得有了今天这场败绩，美军接下来行动要更加小心，然后看起来和平谈判仍旧遥遥无期。所以看起来现在伊朗的战力还是存在相当大的一个能力。那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还要派地面部队吗？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聊。来看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势也丝毫未减，伊朗发动了真实承诺4的第93波攻势啊！这次的行动呢，动用了包括了固体还有液体燃料飞弹、远程引导弹，还有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多种武器装备，攻击以色列军队集结中心以及作战支援基地。通通都遭到了精准打击。那么伊朗也同时强调这一类的攻击呢将会持续进行，甚至呢他们也使用了集束弹来袭击以色列特拉维夫。他凌晨呢对以导弹攻击他们的中部地区。那据报呢，特拉维夫多地呢都发生火灾，也造成了拉马特干一栋建筑物倒塌。那罗什艾因市呢部分地区都停电了。工业区呢也引发了大火，甚至一枚集束弹药呢就落在以色列中部，并未爆炸。不过呢，警方的工兵呢，目前已经将它给移除了。而现在更惨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还有其他的周边地区也都在蠢蠢欲动了。像是北边的胡塞组织就说呢，在所有的战场上呢，他们要对敌人采取统一行动，这才是伊斯兰国家对抗以色列阴谋的正确立场。对于美以攻击伊朗，胡塞武装不会袖手旁观，也不会把重担给推给别人。那另外真主党的部分呢？他们也手射了飞毛腿飞弹。那以色列中部呢也挨轰了，甚至也传出了说伊朗呢可能即将要获得巴基斯坦阿巴比尔的弹道飞弹系统。这个该型的飞弹呢射程有2200公里哦。而且呢，这个弹道飞弹呢，可能会搭载这个
IRV 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技术，那就可以单次的发射中多枚的目标。而以色列的弹道飞弹呢，也已经击中了以色列中部的城市佩塔提克瓦。好，那如果说呢，以色列真的是获得了这样子的，应该说伊朗如果获得了巴基斯坦这样子的飞弹导弹系统的话，哇，那以色列可以说啊，是全国都是在这个飞弹的这个目标当中了。那另外呢，以色列呢也说了，说我们一直在轰黎巴嫩啊，还有伊朗了。他称啊，他们已经摧毁伊朗70%的这个钢铁产能了，重创了伊朗的武器制造能力。好，他说呢，我们打击了其钢铁产能70%，武器制造能力大受影响了。甚至也说他们对黎巴嫩呢攻势1个月以来也打击了3500个目标。但是怎么样呢？现在中东战火已经不只是烧到这几个国家了，连旁边的国家也通通遭殃了。像是哪里？科威特的炼油厂也遭到了火警。那么3月中旬以来啊，它已经呢历经了多次的无人机攻击，甚至呢在3日啊，一座发电厂啊，还有海水淡化厂区呢，又遭到了伊朗攻击受损。官员说呢，他们已经受到了一个实质的损坏了。不过对此啊，伊朗革命卫队说呢，这个是以色列攻击了之后啊，再怪给我们的提醒西亚各国对美国和以色列意图破坏地区和平的稳定的阴谋，必须要保持警惕。好，除了这个科威特之外呢，阿布达比的防空系统呢也拦截到了攻击啊，说呢他们的碎片坠落，结果至少也造成了12人受伤。虽然拦截到了，但是拦截下来的碎片还是伤到了人。而这个时候呢，川普的儿子竟然是忙着卖无人机赚大钱吗？像是川普他明明就很想急着结束战争，所以他就威胁说我们要加大攻击，结果反倒是导致周边的波湾国家都成了伊朗的反击目标。那这个时候，川普的2个儿子支持的无人机制造商还试图在波湾盟国遭受报复威胁之际呢，来去争取订单。这是怎么样啊？就是老爸一边放火，然后儿子一边去卖灭火器。这个战争到底是谁获利了呢？难道还是川普的家人吗？我们来请教厉将军。我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伊朗这次的打击主要针对的还是以色列。虽然他对波湾周边的这种国家他的设施还有美军在这边基地也有实施打击，但是我觉得他最主要的目标还是针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他国家生存最大的威胁，也是最大的敌人。那大家注意，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波从这个他所谓真实承诺这个第90波的攻击，就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打击。那这波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川普讲完话以后20分钟以后开始。很明显的这个他们是针对川普的讲话。这个川普在讲话之中，大家都听得出来，川普这个发言内容虽然说他都是讲这川普赢学了，就是说我自己打赢了，我已经打败了，我已经战胜了很想要借此机会有个借口给自己一个台阶，能够下来华丽转身。那伊朗也看出来你想要脱身，这个时候这个伊朗突然在20分钟之后讲完话结束20分钟之后，然后用了20枚的重导弹，还有无人机再结合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南边的胡塞组织，这时候所有一股脑所有力量用来打击以色列。我觉得这很明显的是在做一个军事上叫做乘胜追击了叫做扩张战果。就你已经有美国，你已经这个不想打，你想抽腿，这时候我反而在这时候加上打击，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伊朗目的。第二个，我们最近一直听到一个传言，那当然双方来讲目前都没有得到确实，就是说双方有没有可能谈判有传出说美国提了一些条件，伊朗提了一些条件然后地点可能在巴基斯坦。你要知道，如果说双方真的是要谈判之前，那个时候是战争一定是最激烈的时候，因为双方都希望在这个谈判桌上面得到最有利的一个谈判结果。那你怎么样才能够在谈判桌上面有谈判的筹码呢？就是在战场上面你可以获得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战果，你在谈判桌上面才有可能谈得下去嘛，才有可能得到你要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一波很明显的是对
以色列加大打击，目的不外有2个，第一个就是他乘胜追击，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未来这个2到3周不管几周了，真的要上谈判桌的话他在这方面具有利的情形。那以色列因为伊朗这几波的打击，大家注意到没有？他这个针对以色列打击，其实上如果按照战术的规划来讲是非常有步骤的，因为他首先打掉的是铺路爪雷达，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紧接着我们看到是哪一个雷达被萨德系统被打掉，是约旦的被打掉紧接着是哪一个？是在昨天的时候，这个部署在沙特的萨德系统雷达也被打掉。那由于大家如果看到地图，你就知道，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是约旦，可以说是以色列防线中的前端这个最前，当然以色列前面就是约旦，约旦在前面就是沙特。当这2个前面的雷达都被打掉，我觉得当然伊朗的导弹就可以你更难去先期预警到它发射导弹，那你也更难去拦截。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军在这个伊朗的上空会损失这么多 MQ9 无人机。当你的这雷达没办法用雷达眼睛在地面的雷达，我看到你打到天空的那个导弹，我看到以后，我可以先期做好拦截的各项措施，包括我计算出你的弹道拦截。当你没有雷达之后，你只能靠什么？靠无人机在整个伊朗的上空来看你导弹发射车啦，或者你的无人机发射车在什么位置，然后马上召唤后面的 F-15战机来摧毁。但是没想到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 MQ9 也被击毁了好几架。那刚刚我们也讨论过了，包括 F-15E战机也被击毁了1架。这就是我觉得伊朗用的战术，它事实上是有步骤的。所以现在以色列不仅仅是南北东都被夹击了，它全境呢都在飞弹的航道之下了吗？请教赖教授。这个最主要还是伊朗在战术上它的策略是成功的，因为他先用旧的过时的的这些导弹，把美国跟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这个消耗了一大半，接着用更先进的、更快速的导弹再消耗你的这个防空系统，所以不管是雷达被打到，还有就发射载具被打到，最主要就是弹药消耗差不多快没了以后，你看到它现在使用的都是这种高精准的、高速度的还有高杀伤力的这些各种类型的导弹，而且它是新式的导弹搭配的新式的无人机，不断的在进行交替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中，它的战果就比以前好很多了。那战果比以前好，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你谈判？他为什么要给你休息喘息的时间？因为他知道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并没有因为战争而蹂躏，而没办法生产嘛。它只是生产速度赶不上它消耗的速度，但它还是可以生产，它还可以东调西调。例如说，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就从韩国这边调萨德系统过来支援，他又想从波兰这边调爱国者，波兰说我才不给你嘞他都已经有在东调西调了，从欧洲、从亚洲、从很多其他的地方去调这些用进这个用到战场。所以当川普跟提出来说，我们停火48小时，对伊朗来讲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你停火？我才不给你休息时间呢！我继续打下去，对我越来越有利，因为他很明显的看到以色列说，我们的防空导弹现在很珍贵，所以我们只能针对于最有价值的军事目标进行拦截的保护。那其他比较没有价值的，我讲的没有价值的是相对于军事来说，所以民间的这些设施啦，或是民间的住所啦等等的，那就死老百姓了嘛。所以老百姓死的人越来越多，伤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的这些设施被攻击的、有效的攻击的越来越多，因为他几乎都不太使用他的拦截弹去拦截那一些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一个地方。但是我相信伊朗被美国跟以色列打得也很惨，可是问题就在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要打有价值的以色列军事目标已经是打无可打了，但是问题是只要伊朗还有生产导弹跟无人机的能力，它只要不断的发射导弹跟无人机，就能够造成你的大量的伤亡，它这样就够了嘛？反正它给你耗下去。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的战略学家要好好想一想，你们原本的设想是错误的。没错，这一场战争可以说真的是相当的不平等，连人命方面看起来也都不太平等。请教彬哥。
我比较讶异的是，到现在伊朗还可以用这个液态燃料的这个导弹去攻击，液态燃料要准备很久的时间了。对，所以就表示他根本对美军根本没有办法轰炸到他这些地方，他才有胆子做这种事情。不然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使用这种导弹。所以这个恐怕伊朗的隐藏的实力恐怕是超过美国跟以色列的预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个的估计要重新再调整，不然的话，接下来可能他们要吃大亏了。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态势，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真主党正在跟这个以色列纠缠，而且他已经不断的制造了以色列军非常多的损失，因为以色列军之前还把真主党当作过去的对手，所以呢还在用传统的坦克啊配合那个陆战部队，然后进去进行扫荡，结果他们已经好几次被真主党用他们特地设下来的陷阱口袋战术，然后呢用无人机围剿他，他已经超过20辆以上的他们的梅卡瓦战车被击破了，所以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本身在陆战也是一个警讯。然后这个胡塞组织这边也开始时不时的，他突然之间想到就发了一颗导弹过去，不一定会造成什么伤害，但是就是让你很烦，你也不得不躲，就是这样。因为你如果不理他，就炸下来。其实最近你看到以色列他们自己网络上会流传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人呢、明明已经防空警报响了，那个人还漫不经心在路上走，结果他旁边建筑物就爆炸。哇，对，然后就一堆，你就看到一堆以色列人在那边骂说，叫你们躲起来，为什么还不躲？可是你想想看，从开战到现在，以色列既停班又停课，大家每天就躲防空警报，你觉得这日子怎么过？这一般人的他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所以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以色列虽然纳坦雅胡讲的跟真的一样，但是他们自己能够撑多久？他虽然说他毁灭掉了伊朗很大的武装，我相信是真的，可是他剩下来的武装还是够你头疼的、你还是解决不了。然后这个真主党、胡塞，然后伊朗他们协和这个三角攻势，它是针对你以色列来的，现在非常明确了。那以色列的基础建设、一些相关的这些设施也慢慢一点一滴的被摧毁，而且你看哦，真主党连飞毛腿飞弹都拿出来，那是上个世纪的东西。那他为什么现在会把它飞毛腿出来？你知道吗？因为他看准了以色列防空系统已经被大幅削弱，连这个都拦不住了。所以我觉得这场仗持续打下去的话，以色列恐怕也要吃大亏。好，所以这场战到底是谁能够获胜呢？打到现在，以色列自己也是伤亡惨重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樊启明。我们现在介绍这一节的来宾：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军事专家施孝伟，主持人好，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节先来关心的还是中东战事哈。目前可以看到美军方面似乎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最主要是在一天之内，传出有多架的战机遭到了击落。目前最新的是有一架美军的 F-16野鼬型的这个 F-16的战机，它出现了。发出了一个紧急的一个呼号，拐动的紧急求救嘛，那目前没有办法确认它是否已经有安全的降落。另一方面呢，按照这个伊朗方面也公布了一个照片，好像击落了另一架美国跟以色列联合战斗机，同样也可能是 F-16的型号。所以这两架是不是同一架还是两架？目前还要等待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查证哈。那按照一些媒体的一些用标题来说哈，这等于是开战以来美国最糟糕的24小时，因为伊朗的态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硬，包括了有一架的 F-15E 被伊朗击落，还有2架黑鹰直升机在搜救的当中遭到了伊朗炮火的攻击，还有2架 A-10 的攻击机被击中，以及1架 F-16战斗机宣布进行拐动的一个紧急状态，还有1架 KC-135的加油机也宣布进入紧急的一个状态。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德黑兰方面也公布了伊斯兰他们革命卫队击落直升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片哈。按照特写的镜头就可以显示，有2名的美国机组人员从燃烧的这个直升机里面逃出来，但随后是呈现一个自由落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虽然是有弹射出来，可是没有看到有降落伞打开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迹象所以到底这些人员的下落或是他们的安全状况是如何，还需要后续的一些查证。这画面是相当的这个震撼。而另一方面呢，在目前为止，因为要进行相关的一些搜救美军要进行搜救，那飞机都飞得很低，直升机也飞得很低，甚至有出现伊朗的警察，他拿着手枪就对于这个美军的黑鹰直升机来射击，这画面也是相当的特别。在伊朗西南部的这个地方，有一群的伊朗的警察，他疑似呢是向2架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来开火扫射，所以这个美军的直升机是飞得非常的低。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弹射椅的一个画面这个是画面在网络上就疯狂的这个传出来，那这个是暗示飞行员很可能在撞击前就成功的跳伞逃生，这主要是针对 F-15的这个飞行员。根据外媒的报道，因为美国有飞行员进行这个现在下落不明，所以有一些搜救的行动就开始展开。搜救行动可以说是相当的华丽，出动了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装备，包括了这个 HC-13J， 还有 HH-60W， 还有 F-35， 还有 MQ-9这个搜救的这个武器装备，美军可以说是全员出动。另一方面呢，美军的E-3预警机之前也被这个攻击，现在派了另外一架来支援相关的搜救行动，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东部上空来进行空中的一些管制上的一些作为，所以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搜救行为，美军是非常的在乎，也用了全员出动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抢救。那我们来看看政治层面方面，这个 F-15C 的飞行员被击毁，然后有失踪的情况，会不会影响跟这个伊朗谈判的一个进度按照川普的说这个就是战争，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美军只是持续的来执行任务，跟外交谈判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个是川普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他表达了美军的美方的态度。不过呢，在伊朗方面就是觉得以前美伊战争的时候，你不是说要把我们要政权要毁灭，现在怎么降级成为只是要找飞行员？他说简直是天才。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议长是相当的嘲讽美军现在的一些行为。他说已经从政权耕地降级到要拜托找到我们的飞行员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嘲讽。而目前呢，最新的消息。这个还没有获得证实是说被击落的这个美军飞行员很可能被伊朗所俘虏，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证实。从画面上可以看到，网络上是在传就是美伊的这个游牧部族他持枪到山上进行相关的一些搜索，还喊话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他的。若成功俘虏，省政府会给予特别的表彰，而且会给相关的一些奖金，听说是高达台币170万。那现在呢，伊朗击落美军的战机飞官在哪里？大家都要找，包括美国也要找，包括伊朗要找。为什么？因为这个俘虏很可能会成为战争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如果伊朗俘虏了这个美军飞行员，这是开战以来首度由美国人成为伊朗的战俘，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请一下夏维你怎么看目前有传出 F-16C 的被传出这个拐动的紧急求救吗？其实我们必须要说美军对那个伊朗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其实非常大，那它的每天出动的这个架次数量也非常多。那以美军现在来讲，美军自己本身的 F-16其实也已经进到这个机队相对来说比较老化的这样的阶段，因为美军的 F-16它的批次都比较老，虽然说他们有做过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更新的这个计划，但是大概最年轻的飞机大概都其实跟我们现在我们空军用的 F-16AB 升级过的飞机大概是差不多时间出厂的，所以他们的战机在经过这么高频率的使用上，其实也对他们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消耗。那个其实，在整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今天美军已经确定有 F-15E 被击落，那另外有一架 A-10地面攻击机被击落，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无人机。其实我觉得在整个事件里面，其实真的我们必须要对美军的这个战场搜救能力其实必须要这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当那个影片出来的时候，看到有2架那个美军的这个那个搜救战收直升机然后呢跟
跟着一架 C-130一边在做空中加油，一边进入。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美军来说它其实是最有心理安全保障的地方。也就是说，今天我呢驾了战机到敌境之内进行任务，我如果被敌方的炮火击中，我被打下来，我的国家、我的政府、我的军队会不计一切代价来把我救出去。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上来说是非常令人敬佩。当然，你说战机会不会出事？其实你目前以美军或者说是以色列，他们对伊朗进行的那个任务的频率这么的高，因为我们通常比如说假设我们算这个飞机故障时间是用10万小时去看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原本你这些飞机可能搞不好要这个3年5年才飞到，但是因为作战状况它同时会有极大的这个批次进行空中的联合攻击等等，会让它的这个时间会大幅缩短。所以再加上其实现在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伊朗本身的这个地面抵抗其实还蛮强烈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开战之后，美军在战术上以及装具上有绝对的优势，导致于就是说伊朗的空军大概你也看不到它升空，对，伊朗的海军也都已经被炸得差不多了。但是你在进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像最近也有一个情况传出来，就是美军的精准弹药消耗过剩嘛。大家如果回头看2022年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俄军有一种战斗机鸭嘴兽 SU-34，它都是本来应该高空投那个精准导引炸弹，结果最后来精准导引炸弹一下又光了，只好变成说低空进行这种所谓的那个低空的这个支援，结果在这个情况下就很容易被乌克兰士兵打下来。那美军现在战机有很多其实都执行这种中低空的任务，第一他们拥有制空权嘛，但第二也是为了要降低这种精准弹药的消耗，所以这个时候它会有很多的这个飞机有可能在中低空遭到这个伊朗地面部队可能用这种监射的防空飞弹，可能甚至用机枪机炮在空中构成一个火网，然后这个时候美军的飞机就有可能因此遭受比较大的战损，这个其实是可以预期的。但在这整个情况中，我们也还是必须说，像以这个战机被击落以后，它这个战场搜救能力，而且战场搜救的人员其实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他们回来。但是美国人在打仗的时候，也许你或者说可能不见得对他每一次的任务的这个正当性你都能够100%认同，但是必须要承认，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弟兄就是说因为作战而身陷敌后，他们会动用到一切资源去把对方想办法救回来，这个是非常确定的一件事。好，我们请邱毅老师。到底这一个坠落的飞机，美国的战机究竟是 F-35A 还是 F-15E？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比较确定是 F-15E 的战机。2个飞行员，一个得救，另外一个现在下落不明。而去找寻救援这位下落不明的飞行员的行动因为涉及到川普的面子跟里子，所以是非常受到重视的。他说不定就是这一场战争的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川普为了这个派出了豪华的救援团，也在白宫开了国安会议，都是针对这一个救援飞行员的问题。豪华的救援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2架的 A-10的攻击机，2架的黑鹰直升机，再加上1到2架的 KC-135的空中加油机。所以呢，这一个豪华的救援团到目前为止，救援行动宣布失败。也就是电视墙上面的标题，不但救援失败，很可能在过程里面有5架飞机，包含2架的黑鹰直升机，受到了大小程度不同的折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美国还要再进行路面作战吗？这个飞机坠落的地点是靠近波斯湾的伊朗的境内。你今天如果美国要采取所谓的地面作战，你连救援行动都失败了，你怎么采救援作战？你怎么采地面作战？好，话再说回来，川普也急了，所以川普提出来说要跟伊朗进行48小时的停火，伊朗就把你断然拒绝了。这个飞行员的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伊朗的全民运动，大家都要去找这个飞行员啦。
如果这个飞行员找到了以后，让他在电视荧幕里面露面，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士气重大的打击，对于美国国内的反战的气氛也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对川普来讲，救援飞行员变成现在最紧要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下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做地面作战。要做地面作战，一旦进到了伊朗的国土里面，那就面临伊朗复杂的地形结构。伊朗都是高山跟高原，尤其四周高中间低，你一进入伊朗做地面作战，你就进入了伊朗的口袋阵，你到最后就是有去无回的局面。那如果你把你的地面作战局限在哈尔克岛，那你也必须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可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面对的伊朗跟阿曼中间最窄的那33公里的水道，那边就有6个岛，伊朗控制的6个岛，形成了防御之虎。你现在怎么去突破这6个岛形成的防御之虎，然后打通荷尔木兹海峡，然后跟你在哈尔克岛82空降师的空降伞兵来做会师，你只要没有配合好，你就会发生重大的折损，你可能就在哈尔克岛上面就成为肉靶。这么重大的伤亡，你认为美国的人民还能够容忍得了川普吗？所以对我才讲嘛，这一个救援的行动已经成为了这个战争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的指标，也涉及到川普的面子跟里子。所以川普在白宫演讲的时候，他所用的那一套莫迪式的精神胜利法，他把伊朗的防空能力贬得很低，把伊朗的空军海军说都被歼灭了。可是事实证明，至少伊朗的防空能力还是很强的。好，我们请聂老师。那个从小在眷村长大，就空军眷村长大的我，从小呢在爬飞机长大。那么小时候呢，知道我们家或者村子附近的飞行员，大概开的就是 F104。当时在我小时候感觉就F104就很雄伟了。可当然后来，这当然我自己知道的资讯啊，F15在1972年呢开始试飞，那么真的首航在1976年，1976年。再来就是2年后的这个 F16，再来又是2年后这个试飞的所谓的F18，这3型前2型呢是标准的战斗机嘛，哈，空对空或者空对地，最后1型呢当然就是我们讲的舰载机。我相信这个我们校委很熟这一块。好，当然它可以补充一些，但是我所知道的，不管怎么说，这个都是后来啊，甚至台湾到现在都还希望从美国去买的所谓的最少是4代战机，不管15、16算同流4代。而且呢，它的编号一直到 ABCD1的时候呢，它已经到4.5代战机。当然 F35上次在这个伊朗这个附近的一个领空，好像也是发生出事的问题。那 F18呢，那个也有一架好像这个也绘影绘声的哈，也说那么也被击落的问题。当然那个舰载机可能就是从这个他们有几个舰艇呢靠近这个伊朗嘛，荷尔木斯海峡所发生的。那这一次呢，事情发生的又更大条了。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它就直接被看到被击落了，而且飞行员还下降这个降落了。但飞行员如果被找到，这个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呢？我是这样讲，因为人质啊是很可怕，你只要握到了对方的人质的时候，就有交换条码。再来更可怕的是有价值的人质 ，valuable 哦，这个飞行员是有价值的哦。我跟你讲，伊朗的如果找到，就好像他们在挖宝，谁先挖到这个宝谁赢啊，除非那个飞行员自己自杀，服药自杀。我跟你讲，他抓到飞行员好好对待，为他最好的，然后每天养着他，然后告诉他，你只要怎样，我就对他怎样。我跟你讲，美国民心都出状况。我跟你讲，很多东西打都是心理战啊，一打心理战，美国就完了。你知道这个心理战已经打了一阵子了嘛？怎么说呢？因为这心理战就是这么的这个有霸气啊，这个自信十足啊，这个甚至啊非常骄傲，也就是变成骄兵嘛。看起来，我们不能说骄兵必败啊，你非常骄，但是看起来真的有很多的东西让你不断的意外嘛。所以川普他自己，
完全有信心的所有东西，最后打到最后，连在前几天的讲话还记得吗？4月2号很 weakness， 非常软弱了，他心中虚了，他只讲10几分钟，不会像以前讲话讲了1个小时讲不完，他讲不下去。我跟你讲，为什么呢？他发现他太多意外。第一个，我觉得我可以 show run 一下把你打倒，你就倒啦。短期怎么1天、4天、4个礼拜、1个多月了？然后再来呢，他说：“哎呀，你这个实在是不靠左，随便打你就投降了嘛，对不对？你要不要趴倒在地？哎，奇怪，关税的时候大家趴了、跪了都来了，躺了也有，你怎么就死不投降啊？其实当人家不要投降，因为讲不好，人家要生存，人家有生存命脉，你根本就克住人家未来的生存的命脉，他没有办法投降。他又有一个意外，哎，荷尔姆斯海峡，我不相信你有办法克服，没有想到一下锁喉啊！”完全就紧箍钩把它锁定了。那更大一个意外，他叫盟友，你来帮忙，我自己有石油，你们石油被这个卡住了，快点自己去救。发觉没有盟友，基本上盟友每个都在推卸，你霸气十足，他们不敢得罪你，也没有一个人敢出场来支持你，他完全意外。当然国外也意外了，怎么这么霸气十足的老美要我们来帮忙，这不是更意外了吗？所以我觉得整整下去会很严重，而且我还必须讲。这一次的人质，假如被找到，除了心理战在美国整个民间会散换之外，他们民间已经开始反川普了，声浪已经掉很低。这种事情，你如果还要再战，还会再发生。说不好听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伊朗他用不管地鼠战法这个边打边造，或者马拉松战法，从由小放大、循序渐进，它是有秩序有序、有智慧的打法重点就是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你飞机再多，打得更多。当然，刚刚秋雨讲到地面战，万万不可，万万不可。请想一下，1965年在越南发生的德浪河谷战役。第一军团，这个第7师进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死伤多惨重！当最后一波你用了 A2 轰炸机、战斗机去打，用了 B52去这样打，我要去这个轰炸，我告诉你是用这样子才打了平啊，两边都退了。今天你用一样的方式，我想一定死伤很多美军。你现在用 A10一样的方法去这样去，这次 A10也被打了。我跟你讲，美国现在已经不是当时时空，现在你的霸气十足，你已经外强内干了，我觉得这个自己我讲川普啦，我也点不到他还是必须思考一下。好，美国跟伊朗的战事升级，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跟伊朗目前持续互轰。到目前最新的战事是以色列国防军呢，在这个伊朗境内发动了70多次的这个空袭的相关的一些攻击，主要攻击的目标，以色列对准的伊朗的，包括了像是弹道飞弹的一个发射场，还有无人机的一个储存设备，还有一些相关的防空系统。按照纳坦雅胡的说法，他宣称的一个战机是伊朗70%的钢能产量呢是已经被摧毁，这是这个以色列攻击伊朗的部分。那伊朗方面也进行后续的一些反击包括了发动了这个93波的一些攻击的行动，而且是用飞弹、导弹还有无人机来袭击以色列境内的一个所谓的纵深的这个目标。那这一次呢，他按照这个伊朗方面他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用了固体或液体的这个燃料来导弹，而且是远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导弹，再加上无人机的一些攻击，主要是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呢进行了精准的打击这个方面有相当大的一个威胁感。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是不是发挥了相当的一个功效，还是没有发挥功效？因为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因为伊朗方面它集结了这个极高速还有不可预测的飞行路径的机动超高音速飞弹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攻击，那拦截弹道的成功几率几乎为0可以看到这个导弹这个飞过去的时候，铁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拦截上的一些光束，我们都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办法阻挡这个导弹对于以色列的相关的一些攻击。那伊朗的这个集束弹呢，则是对于以色列像是特拉维夫的这个都市进行攻击的时候，造成了像是建筑物的倒塌，还有工业区的大火这个也算是一种精准的一些打击。这个主要是包括了像是特拉维夫的几个城市，造成了建筑物的倒塌，还有工业区的起火，也造成了部分地区的停火。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导弹呢，则是也有一个目标是对准了以色列的这个贝尔谢巴工业区，因为这个工业区呢是属于以色列国防部的一个军
军事工业的复合体哦，所以可以说伊朗是非常的是针对式的进行攻击。后续从空拍的画面可以看到，这是无人机的一家这个系统的一个工厂哦，已经完全被导弹进行相关的一些摧毁哦，所以说打击的是相当的这个精准。另一方面呢，以色列除了对伊朗进行相关的一些回击之外呢，它的地面部队也进到要打黎巴嫩，要针对真主党的战争来进行升级的攻势哦。目前以色列它摧毁了这个黎巴嫩东部的大桥，它袭击贝鲁特的这个南部，地面部队已经进到了这个黎巴嫩可以说进行两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攻击。不过呢，攻打黎巴嫩却也造成了一些误伤哦，因为就是造成了一些爆炸，这造成了3名联合国的维和人员的受伤哦，这是这几天第3起的类似事件，所以攻击越来越多，都会发生这些比较意外的一些状况。目前真主党主要是向北部来发射火箭，然后远到黎巴嫩边境60公里的地方都发生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警报。目前可以看到真主党的这边的一些反击以色列行动，主要采取2个方式，一个是狙击手的攻击，他一天发动了38次的攻击；另一方面，这个最引起注意的就是传出真主党第一次发射了飞毛腿的飞弹，而且是攻击以色列中部这个攻击这些相关的一些技术，因为飞毛腿飞弹第一次发射，特别引起相关的一些注意，人数。攻击的行为，攻击的一些战争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以色列人是已经快打不够了。最新的说法是，以色列的国防军他延长了战备役的人员，目前从2026年开始，预备役的人员征召时间从6周要延长到9周，这个兵力是不是出现一个严重不足的情况？现在急需12000名的新兵，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作战部队。请邱毅老师。以色列在这一场不义的战争里面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塔雅胡，也就是他因为绑架了、愚弄了川普，以至于才有美以联军，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战争，到现在让美国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但是以色列现在真的是自寻恶果了。为什么？你现在以色列被号称全世界排第1的防空系统，它已经失灵了嘛？你看看刚才主持人启明特别提到的飞毛腿导弹，飞毛腿导弹是1950年代苏联所研制出来的很古老、老古董的导弹，现在都拿出来用了。而且刚才也提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但有用固态燃料，也有用液态燃料。现在基本上战争打到白热化，都是采取所谓的固态燃料，因为你必须打了以后要马上能够跑，要能够移动位置，显得被对方有力的反击。所以这时候用了液态燃料，然后动了飞毛腿，那代表什么？代表把你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你的拦截系统看扁了嘛？以色列现在的导弹的拦截系统，基本上比较低空的，像铁穹，铁穹现在拦截率剩多少？台湾不是还要学铁穹吗？还有台湾之盾吗？但是铁穹在现在已经不堪使用了，它的拦截率大概就剩30%吧。上面高一点，大卫投石。大卫投石拦截率也很低啦，再往上一点，天剑2的拦截率也不高了。至于它的萨德系统，全世界8套萨德，有4套是部署在中东，以色列就1套，以色列前面的约旦1套，然后附近的再往北走的阿联酋又1套。沙特1套，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萨德系统的雷达、相控阵雷达基本上已经都失灵掉了，所以整个以色列在防空系统上已经出现了很大的破洞。一旦你有这么大的破洞，谁还怕你啊？谁就都是把无人机导弹往你以色列打。北有黎巴嫩真主党，南有胡塞的武装，
然后伊朗呢，重点把你的北中南全部涵盖。你现在以色列国土面积这么小，没有战略纵深，以色列现在不只是军事啊，他的生活、他的经济都瘫痪掉了。从打加萨的战争开始，到后来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到后来跟伊朗的12日战争，到这一次今年的战争，你如果是以色列的人民，你已经将近2年的时间没有正常的生活，也没有正常的这个商业行动了。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怎么撑得下去？所以以色列的内部的人民反对这一场战争的比例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吧？你纳塔雅胡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啊，你害怕战争一停止，你就贪腐案，你就得坐牢，结束政治生命。所以硬是把以色列的人民绑架上去打这一场不义的战争、无谓的战争，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才讲，这个真是一个罪人，可是他造成的罪过，却是大家在一起承担。孝宇兄怎么看这个伊朗对于以色列这一波攻击是有达到威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目的吗？好，其实伊朗对于以色列来说我们去年6月的那场军事冲突中，其实伊朗就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以色列，我打得到你。为什么？当时伊朗有发射这个法塔赫的高超音速飞弹，而且它这枚飞弹在当时以色列虽然说耗损甚重，但上称完整的防空系统中，以色列防空飞弹那个系统，它其实反弹道飞弹，它可以算是目前这个地球上建构的最为完善的它比如说有美军提供的美国提供的 SAD 就是萨德系统。它可以拦截地面高100公里高的那个目标。为什么要从100公里高开始拦截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做弹道飞弹拦截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今天不止每一个国家或者说任何的防御，它一定是一个重层的防御，会有多层次的。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它第一层是萨德系统大概距离地面100公里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打弹道飞弹射出去以后在地球轨道段运行一小段，然后要重返大气段的时候，对不对？一开始就是会在100公里高的地方开始减速，然后要向下寻找目标，开始攻击。在那个时候，萨德去拦截它。如果萨德没有拦完的就后面有包含我们讲到以色列剑3Arrow 3，然后还有呢包含像那个爱国者，因为它每一个拦截的高度都不一样，它是希望能够从上到下能够把所有的目标拦截到最近的时候呢最后能够把它拦截成功。但是我刚刚讲，去年6月，伊朗就已经告诉以色列，我的高超音速飞弹你拦不到，而且去年拦不到，现在拦不到，未来也很难拦到。那伊朗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中，我觉得呈现出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态势，就是它本身它的这种所谓的分散化组织非常的明显，也很多分散化指挥呢，也就是今天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大头们一个接着一个被那个摩萨德所提供的情报，不管是由以色列动手或由美国人动手，基本上已经把他整个政府的军政高层都已经大概清理差不多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些单位都还会自主发动反击那这种自主发动反击，他们动用了各种的这个短程地对地飞弹或者无人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一系列的这种防空系统，它都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它再怎么样，它都会面临到所谓的系统饱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个用一般普通话讲，就是要超载。也就是说，今天我这个拦截系统，如果我今天那个对方打过来的这个飞弹比如说我这边的这个拦截单元，我可以处理掉，比如说假设100个系统，100个东西过来，但对不起，那我对你这个地方我发射101枚，是不是我一定会有个得手？其实像现在我们看到以这个以色列来说的话，他从去年6月，基本上在当时跟伊朗的冲突中，就已经几乎耗尽了他所有这个防空飞弹。那当然，短短的1年之内，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些公司等等生产能力也很强，然后从美国获得大批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飞弹的这个零组件，然后呢继续做它这个防空飞弹。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这种高价值或是高价位的这种，像比如说爱国者爱3，对不对？或者说是像剑3，或者像是萨德系统等等，他们补充的时间会非常慢。去年那段时间这个胡塞组织从这个阿拉伯半岛南端向这个以色列发动飞弹攻击的时候，那时候美军在这个红海上一直在拦截飞弹，甚至还去攻击胡塞组织的这个基地。但是就发现一件事情美国军舰上带的那些可以拦那些高超音速飞弹 SM3 这些飞弹耗损的太快，而且 SM3 这些飞弹它价格昂贵，它每一年产量也
有限，所以那时候美军拦一拦之后，他甚至把整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呢从红海南端调到红海北端去。为什么？因为胡塞不止打以色列，也来打美国军舰那时候还甚至发生这个杜鲁门号大回旋，然后一架 FA-18大黄蜂就掉到海里面去，这种情况都发生了。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小看这种这种穿草鞋的这种对手。为什么？因为今天以色列对抗这个伊朗，那没错，以色列在西方高科技的这个建军上来说非常非常成功。我还记得我2008年的时候去美国弹道飞弹防御局，他那时候就讲说，他们今天把他们弹道飞弹防御局一整套这个弹道飞弹计划讲得很清楚，比如说前面是什么，中段是什么，后面是什么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说，那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的问题是1500枚地对地弹道飞弹呢。那时候弹道飞弹防御局的人讲得非常的诚恳跟直接，他说这种攻击的规模叫做大规模毁灭性攻击。他说你们一定要跟你们的对手达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和解，否则无解。是，今天老师 ，OK， 我觉得这次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美国其实当然就是被以色列拖下不是水泥沼嘛，拖下这个泥沼还真的很深，很难拔出来，很痛苦啊。过去呢，多少的总统现在克林顿也讲过，大家都会被以色列告知嘛。我们在美国有这么多犹太人军援支持我们，这个也非常的优秀，在美国。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肯定在美国也是很重要的支柱。但是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他跟这个中东产生战事，一直要我们去协助，我们真的不能随便动。因此都是经济制裁也好，或者说支持你军备也好。结果这是川普说打就打这个真是有魄力之人。不过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用过智慧，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出鲁形式有点不按牌理出牌，他又按自己的牌理，不按真正的这个所谓的不管国际政治军事的牌理出牌，结果出现这个大篓子，我觉得他问题就大了。因为从表面看来，当然他掉进泥沼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从军武来讲，绝对有一个很大的不对称。你不管空海陆，我们不管讲空优也好，舰艇也好，他一开始不是送第一个福特舰，又开始林肯舰，又福特舰，又布希舰过去吗？绝对是看起来就是碾压伊朗。可是你要知道，我觉得我刚刚讲的伊朗就是用细腻的打法，马拉松打法。先开始你会发觉他打了好多无人机，价钱2万到3万，打去的时候这些防啊一直挡啊，甚至爱国者飞弹都出现了，哎呦不得了，400万出现了，打一个2万块的，200倍的价格。结果大家发觉不对，发现另外一个不对称是伊朗赢了。为什么？军事价格的不对，他用尖端的武器，像一个很贵的防弹衣去防一个很简单子弹，还要一次性的防弹衣，用了就丢。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不对称。当然后来影响到的经济不对称，对美国可能更重伤，甚至美国在国际信誉的不对称都产生了。我先讲这个所谓的军事价格不对称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讲它因为现在很难再防了什么铁穹金穹，因为它已经打太多太贵嘛，因为它防的时候需要打这些防盾，它要钱，而且很贵，它就不然一直打呀。说不好听一点，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讲的萨德萨德你知道建制一整套系统是10亿美金它雷达系统3到5亿最重要的是它一颗感觉贵吗？1000万比10亿不贵，1000万也很贵啊。你要知道，人家随便用一个，人家循序渐进，从用无人机，再开始用中程、远程的导弹去打你的时候，你发觉非用大的去打的时候，你那个军武价格不对，是非常可怕。而且一个爱国者非常讲不好听，我也分析了去了解了一下，全球大概是1万颗，美国自己保留1半，甚至5000颗，像台湾号称有300到500嘛，枚对不对？我用枚来算，它有北约国要支持有中东国家，北约就有7、8个国家，中东5、6个国家，然后呢，亚洲还有不管日韩台，你知道每一个国家分一点都没有多少，你以色列分到了多少？你能打回多少？能挡多久？这就是我觉得现在伊朗做的，所以刚才讲的马拉松式的由小放大。循序渐进，而且预留实力甚至还边打边造可能不像你造爱国者弹，爱国者弹1年虽然他可以造好几百枚，可是你缓不济急，他们每一天可以做很多的无人机，现在就出现了这个我觉得很大的问题，这个再拖下去我觉得所有在中东国家，伊朗真的毛起来了，因为伊朗前一阵发了很多文情并茂的文宣嘛，告诉大家我没有想打大家，美国人我也没有想打，我是被欺负，我是被打的，只要对我好一点，我什么都不想，我很想停火，只是要保证我永不再侵略。所以我觉得美国再这样照进下去，全世界都会被拖得很累，而且你还不会赢。